有一天呢，我们在山上，然后我们还看到那些小狼们出来欢蹦乱跳的。结果到了下午的时候，遇到一场暴雨。我们就躲在帐篷里面躲雨，等到雨停了以后，天已经都黑了。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再不敢走夜路了，因为之前走夜路的时候，我曾经掉到沼泽里面去过。那一天晚上就想着，那不行，就在这个帐篷里面就熬一下吧。待到半夜的时候，我们突然就听到对面山上我们的邻居开始喊山了。首先是大狼在叫，嗷嗷的就开始叫，然后小狼呢也跟着奶声奶气的就叫起来了。哎呀，我们觉得这个声音太好听了，哪怕是我们拍不到，黑黑的一片拍不到，但是这个声音我们把它录下来了。真的是旷野之间最美的音乐了。然后录着录着呢，一峰高兴起来了，他还要翻译一下。他说：“哎呀，这个是小狼在喊他舅舅，这个是他在喊他二大爷。”然后后来他说：“你也参与一下啊，他们在说什么？”后来我就说：“哦，小狼小狼开饭啦！”我就想起《狼图腾》里面的那句词儿。我一说完这个以后，一峰突然就安静下来了。他问我：“饭在哪儿？”然后当时我听的后脊梁也就一凉。哎，我说下午的时候他们在高兴什么呀？然后这个时候一峰就更恐惧了，他说：“那不会是今天晚上要聚餐吧？”然后我心里面就觉得特别不踏实了，赶紧进帐篷。虽然那个帐篷它以很薄很薄的那种尼龙布吧，防水布，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。如果真的狼来了，几口就给撕开了。但是我们总觉得那个算是一道安全屏障，至少在里面借着一点微光，借着手机的一点微光，我们可以看见彼此吧。但是那个时候我看见一峰的眼睛特别大，他的头发特别蓬松，那是我对他的当时的一点点印象就是这样的。然后他就在问我，他说这个狼他们不会今天晚上就是打算把我们包饺子了吧？然后我还在安慰他，我说不会，这些狼对我们都挺好的。然后一峰就说，你养鸡的时候也对鸡很好，但到最后还是把它们宰了吃了。然后我就不敢接话了。后来的时候，狼嚎就渐渐停下来了。停下来了呢，这个时候山间就一片安静，只能听到虫子的声音和那个乌鸦偶尔叫一下，好像狼群就完全安静下来了。这下我们的心要稍微平静一点了。然后呢，这个一峰，我才闻到帐篷里面有一种类似于螺蛳粉的味道。然后我赶紧跟一峰说，把你那个鞋子扔出去，要命的这个。然后他就把鞋子放出去了。放出去了之后呢，他人还是不敢出去。然后呢，就把那个帐篷的拉链门拉好，还是在里面待着。然后没过一会儿呢，我突然就听到近处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突然就有一声狼嚎，而且这一声狼嚎特别特别的悠长，离我们很近。然后两个人都在帐篷里面裹着，就不敢动，而且那个背都不敢太贴着那个帐篷边儿，生怕背后有一张嘴就咬过来了。然后两个人就缩在帐篷的中间，那个帐篷并不大点，大概就2米，没有2米，1.5米见方。然后过了一会儿，我们就听到有细碎的那种爪子的脚步声就过来了，绕着我们的帐篷走了一圈，绕了一个大圈，然后走。我们就听到那个声音很细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然后有喘息的那种声音，就是狼鼻子喷气的那种声音。好，又过了一会儿呢，这个声音也消失了。接着呢，月亮就出来了。
能把天地间照得一片清亮，只要有光亮，就给了我们一种稍微安全一点的感觉。我们才体会到古人说的盼星星盼月亮，就是盼望黑暗中有一点点光明。然后我们就夜晚的狼山太漂亮了，整个一片银蓝色，所有的草茎都反射着月光，所有的露珠都有一颗月亮。然后呢，一些白天没能飞的，像蜻蜓啊，还有一些小昆虫停在草叶子上的，如果你从它旁边走过，碰到了草叶子，那个蜻蜓就嘚嘚嘚嘚就飞起来，它翅膀上还挂着一个露珠，然后整个就是银色的一片翅膀起飞。然后我正在欣赏夜晚的美景的时候，一峰就在那儿喊，他就说：“哎，我的鞋子不见了，我鞋子少了一只呢，还有一只鞋不知道上哪儿去了。”他说：“肯定是狼给我叼走了。”我说：“不会，狼稀罕你那个东西哦。”然后他说：“肯定是，我感觉就是，我明明放在这儿的一双，现在就没了，就只有一只。”然后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回去的时候，一峰只能拿一个塑料袋套在他那只脚上，然后我们就这样回去的。有一天我们远远的看到几只小狼正叼着他那个鞋子在玩呢，还相互在抢，我都不知道有啥好抢的。然后后来我们发现有一个小狼飞毛腿，他啃了一峰的鞋子以后，好几天胃口都不好。我们说这个飞毛腿为啥他胃口就不好了呢？后来我们在狼迁窝了之后，我们再到狼窝边的时候，发现了一峰的那只鞋以后，我心里也在想，至少这个狼群当中有那么一只狼是不那么排斥人的，或者说不那么排斥我们的。那鞋子上面还嵌着一个小狼牙，一枚小小的它脱落的乳牙，它们已经开始换牙了。那个时候小狼就该出窝了。我一直想看清楚这个群体的阿尔法头狼到底是什么样的，而在一个狼群当中，只有狼王，也就是阿尔法头狼，它才有繁殖的权利。但是呢，它从来都是在远离我们视线范围之外的地方跟它的母狼交接，或者是绕道而行，从来不出现在我们的这个监控范围内吧。后来我们跟狼群接触久了以后，才发现在野外的狼群当中甄选出一个狼王，还跟我们以前想象的什么最强悍的狼就是狼王，它还不一样。如果是人工圈养的那些狼的话，能够抢到更多食物的，那它就能成为一个霸主。但是在野外的狼群它不一样，野外的狼群，它的狼王既要带领它的群体成员，要保证他们所有成员的安全，要避开人类的陷阱，要避开所有可能的危险的东西，还要能够捕到猎物，这就需要非凡的智慧。他还要协调好狼群之间各个成员的关系，这就需要情商，因为大家都是有武力的，有这个能耐的，然后呢也需要他自己的身体状态是非常好的，他能够有这样优秀的基因能够传递下去，所以他其实是一个综合条件的筛选，才能成为一个狼王。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狼群里面有身强力壮的七分半，有诡计多端的龙狼，还有经验丰富的元老。那么我们这个狼群当中最漂亮的肤白貌美小长腿的这个辣妈，她到底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狼作为她的夫婿，一直是我们猜测的话题。有的网友们挺疑惑的，就说为什么好奇怪，你这个镜头明明是夏天的景色，怎么下一个镜头又成了秋天了呢？或者下一个镜头又成了冬天了呢？它就是同时存在的。你往这边看，春天的景色，但是当格林从这边跑到这边的时候，怎么就秋天了呢？其实它是不同的草场，
而这些草场呢，它是相隔很近，可能是一条路分隔的，也可能是一个围栏分隔的，也可能是一条小河或者是一个河沟分隔的。那么这边为什么是绿草呢？因为这边它放牧的有牛羊，牛羊把高的草吃掉了，它冒出来的那种矮草短小的那都是嫩芽，所以它就是绿草。但是在这边呢，牧民刻意的把这边的草就不让牛羊过去吃，那么这边的草就一直会长高，长到它结了草籽儿以后，它就会迅速的变黄，因为草原上的气候它也很严苛嘛，那个又晒，然后到了夜晚气温又低，所以它的草黄得很快。有的牧民呢会把高的黄的草收割起来，收割下来了以后就作为冬草的一个储备，因为冬天下雪以后可能就没有草料，那冻死饿死的牛羊就会很多，所以他会储备一些冬草。也有一些呢，他会在这边放牧完了以后，又把牛羊群赶到那边的冬季牧场，等冬季牧场吃完了以后，又会到春季牧场。所以说它这种黄草金草这种同时存在的这种现象，看似两个季节的现象，在草原上是很常见的。然后在我们有一首来自草原的歌《康定情歌》里面曾经唱到，一朵溜溜的云端端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山上。我当时对这个照字儿也是挺疑惑的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去过草原。我说一朵云它又不会发光，为什么说它会照在山上呢？后来到了草原以后，我才发现真的风吹流云，云的影子它就是照在山上的，它照着哪一片地哪一片那个区域，它可能就是阴的，就是阴天的。也有的云呢，它很个性的云哈，它带着冰雹或者是带着雪的，它飘过来了，它飘过来的那一片地方呢，就在下冰雹或者就在下雪，然后等它飘走了以后，又是一片晴天。我们看到同样的一座山上，向着阳的一面它是绿草开着花，背着太阳的一面呢，它可能积雪还没有化，因为头一天可能下过雪，然后呢这边的雪还没化，但是这边晒着太阳的雪就已经化了，草就已经冒出小芽了。所以呢，草原上有一句言语叫做一山有四季，十里不同天。而在草原上，藏装是最适合当地的装束，所以草原牧民往往都是四季一袭衣，这些都是草原上的言语。如果有机会你们到草原上去看一看，这些疑惑就都可以解开了。太神奇了，挠痒很方便。你们这种羊很多吗？少，很少见哈。啥？草原上一只鳄鱼。